今天呢，我向大家说一件事情啊，主要是说呢，日本这边维修行业的一个黑暗的地方。就前两天呢，我发现这台机器啊，它是11000日元，大概是多少钱呢？是80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一台裸机。但是呢，它非常的干净，它的说明这样写的哦，它突然不能启动了。然后呢，找那个修理店去看了一下，然后呢，说是因为进零件要花时间，所以呢，就这个状态放置下来了。那我想修也没修过，然后又那么干净，又是个人用户的机器，那基本上就几个问题了，要么就是尾插坏了，要么就是 M92T36 电源管坏了。那我马上就把它秒杀下来了。到我手了以后呢，我拆开一看，吓我一跳。那中途呢，就说我拍了几张照片，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打算做这个视频的。然后呢，等我把这个尾插吹下来以后呢，是这样一个状态。光是第二排第一排被拉掉了4个焊盘。那我就给他发了个链接，图片链接，然后告诉他就说那个充电口的那个焊盘坏掉了，是不是那个修理店干了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回了，他说现在里面都这个样子了，他说他还告诉我是拿到哪个修理店的。然后他说我跟他说，我觉得他说没有零件啊，没有零件不能修你的机器的话，应该是骗人的。然后他说原来是这样子啊，我这个人也不懂啊，因为比较花时间，所以把这个东西拿回来了。然后他把那个店的名字都告诉我了，开头是告诉我店的地方，然后结果他就告诉我下面事情，我很吃惊啊。他说这个时候他没有修好，但是呢还收了确认代账啊，就是检查的费用。就是说这家店啊，不光是把他这个机器的尾插给弄坏了，还问他收了钱，检测费用。检测费用多少钱我也没问他，但是呢我在网上了解下来，就是说现在那些店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不修或者他修不好，判断你这机器修不好的话，他也要问你收3000日元的检测费。3000日元大概就是200块钱人民币哦，200块钱人民币收去了，把你的机器给弄坏了，你说气不气愤？那今天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真的是很没有信心啊。OK， 那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它这台机器不光是这个尾插的焊盘给弄坏了，然后呢这块板子上面也出问题了。那闪充拔掉插电片不漏电，现在这个情况是 OK 的。但是呢在没有闪充的情况下，没有系统的情况下，我们开机它正常电流是 0.18， 就是180毫安。那我们现在开机看一下它是多少，它现在到了400毫安，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有220毫安的漏电，而且这个电流会越来越高，随着温度的升高，这也是个问题啊。不光是把这个尾插补好了就能解决的。下来我们看一下细节啊，它这个漏电我怀疑是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焊接这些地方哪里有漏电吧，其他地方我看到是没动到。然后这个地方被划伤的好厉害啊，被镊子戳的，这地方都焦掉了。日本这种焊油好像卖的比较少，都是喜欢用松香型的焊机。OK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OK， 那这个脚已经补好了。刚才我测一下阻值跟在安装之前一样，有几只脚是，特别是 USB 跟 C1 是断线的。那这个应该是在主板上有问题的，它可能跟漏电有关系我们看看反面，焊接的应该没有问题。然后这边有2个划伤是之前那家店里的人拆的时候划伤的，应该问题不大了，所以
就不管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其他的情况。OK， 这个尾叉补好了以后呢，我发现它测了下各个角的组织啊，发现有2个不正常的地方。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呢是这里数过来第5只脚，看一下，它现在组织是1457，1457是不对的啊，它那个正常组织啊是524左右。那这只脚呢是 CC1 脚 ，CC1 脚就是充电的时候呢，它那个充电协议的通信的脚。然后这只脚呢是直通在 M91T36 的啊，我M91T36 的这只脚，所以我推测啊，这个 M91T36 应该是坏掉了。然后周边的电容是没有短路的了，所以待会儿我打算先把这个 M91T36 拿下来看一下，再换一个吧。另外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呢，我可能现在就没什么经验，没什么方向了，就是它的这个不论是正反面呢，2只 USB 的脚 ，USB 的脚应该是正当中的第6个、第7只脚。那正常呢，它应该有个800多的组织，但是呢，它这边都是0，就是断线。但是，这个尾叉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这2条线是通到这2个点的，这2个就是 USB 的点。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是通的，所以呢，尾叉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这里到后面去。这边有一个排杆啊，这个排杆的内侧也是没有，这个是排杆还是电容？应该是排杆，也是没有电阻组织啊。这样，所以这点我比较担心哦，因为它直通 CPU 的呢，我怀疑哦，要么就是板层断线，要么就是 CPU 里面断掉了啊。那如果这个 USB 不能用的话，会比较糟糕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电流吧。插电90毫安，反过来再看一下，也是90毫安哦。这个就很明显了。M91T36，我们先把它拿起来看一下吧。我发现个奇怪的现象啊，它这个 CC1 跟 CC2， 我这边2、3、4、5，对吧？它现在我拿掉芯片以后啊，这 CC1 是有组织的1322，但是呢，我反过来这个 CC2，它组织就没了。照理来说 ，CC1 跟 CC2 都是直通到这个 M91T36 的，当中不应该有什么电阻之类的东西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怀疑这也就是漏电的原因啊，它板层之间哪里有问题了？我感觉啊，我考虑了一下啊，反正 M92 已经拆下来了，我先给它装个好的上去，万一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有点歪哎，但是没问题。呀，这边哦还行吧，不用再加工了，有的地方好像戏比较少。这边 OK， 好了，我们测一下 CC1 啊。组织来了，不对，2个都是现在是500多的组织我们再看看 CC2， 511、500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能不能恢复充电功能啊？0.03， 有可能漏电，就是 M91T36 的问题啊，希望是这样子。插电，OK 了。
那么它充电功能应该是恢复了，看看有没有上，怎么还是慢充状态啊？诶，怎么不充电呢？我这个电流表啊，它不充电。这个哦，充电也开始充，但不快充，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我们再换一头。没有，这边是0.49，但是不快充。这边呢，一边没有反应。这个就很奇怪了。我们先接到显示屏上看一下吧，因为我印象中是没有 USB 的话，它会在系统里显示不能充电。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呢把这块主板装到我的测试机身里面去了，然后呢它也是能顺利开机的。然后乍一看呢，也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它的充电就是不正常。然后呢它的 USB 现在USB 两只脚的组织是没有组织的。这边是一个排组吧，还是排杆的？这两只脚它是直通 CPU 底下的，但是它没有组织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情况好的话呢，可能是 CPU 下面虚焊脱焊，这两个脚没组织了。但是这样两个脚同时没有组织，我觉得可能性比较低哦。更大的可能性就是这块 CPU 啊，可能 CPU 有局部的损坏啊，导致这两只脚断线。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流哦，不管是正插还是反插，它都没有任何电流出现。但是呢，它这个USB 端口的两个供电啊，正极、负极和 CC1、CC2 的组织都是 OK 的，都在的。然后呢，如果我拿原装充电器给它充电，OK 啊，我们这一面啊，这一面没有反应，我们换一面。也没反应了，就是说，刚才测试下来呢，对原装充电器有一面是可以充电的，而且呢，它这样是可以把它充满的，拔掉以后再插，就这一面是 OK 的，反过来就不行。现在就这样一个状况啊。之前呢，我在其他的维修经验上面呢，就发现，就是说，如果 USB 的线如果有接触，就是说，如果有一面 USB 没焊好的话，它会提示，它会不能充电，或者提示无法充电的。那现在呢，这台机器啊，它 USB 就没有组织了，真的是让我很无奈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说，除非啊，我打算啊，到时候在国内再买一片设备嘛，我想把这个 CPU 拿下来。来看一下 CPU 相对应的那两只脚到底有没有组织了。如果相对应那两只脚也没有组织的话，那说明是 CPU 坏掉的话，那这台机器是没有办法完全修复了，因为 CPU 故障了嘛。如果拿下来 CPU 那两只脚还有组织的话，那就是板层里面的问题了，那可能要换主板啊，或者是在飞线能解决吧。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台上次我翻车的这块主板吧。今天我们就打算干大的，就是把这块 CPU 拿下来，看看这个 CPU 这两个点的组织到底在不在。那我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是 CPU 坏还是当中的线路坏了。那让我们关机，然后呢拆 CPU。首先要拆 CPU 嘛，先把屏蔽罩拿下来。OK， 屏蔽罩拿下来了啊，里面的硅胶还挺湿的。我看到，你看没有？上面吹的时候那些焊油都冒到这个盖子上面来了。就之前那个维修店啊，他在焊这个尾插的时候，焊油都到这个部位了。但是呢，它这虚焊的位置应该在这个地方，那两个点，照来说是离这个尾插是最远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这个 CPU 是凶多吉少了，可能是 CPU 内部有断线。好了，擦干净了哦。这是一款很漂亮的英伟达的 NVIDIA Nortegra 的 CPU 了。
那接下来呢，因为要对这颗 CPU 进行很多操作呢，所以为了防止我在操作过程中碰上它的核心还能防止它瞬间过热呢，我在这上面加一块胶带保护它一下。OK，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然后呢，我们要准备拆焊了。OK 啦，我们要开始把它拿下来了。好 ，OK， 现在 CPU 已经拿下来了。然后呢，我们来测一下这2个 USB 的点印象中是在这个位置。完了，它这边板层是好，是我直通的，没有问题没有断点。然后呢，这边接口这边焊了当中2个点也是通的那问题只有出在这块 CPU 上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测一下它的点，第1、第2、第3个的这个点没有组织真的是没有组织真的是没有组织！我的天哪，这块 CPU 怎么会这么坏的呢？那这次维修结束我这块那就是没法修复了，它的 USB 的这个端子是没有组织了。是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损坏的？OK，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 CPU 安装回去白忙一场先处理焊盘吧。
好了，焊完 CPU 以后呢，我已经测过了啊，这2个点还是没有组织。当然了，刚刚 CPU 上量了也没组织嘛，没有办法。那现在给它装回去了，我们再看一下它有什么变化，肯定是没有变化。我觉得能开机已经不错了。唉，然后我们开机。哦，能亮啊，能亮是个好事情，至少我没把它弄坏。OK， 能进系统啊，那么就跟原先一模一样，说明 CPU 焊接是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啊，它的充电没有反应，让我把它熄了屏。熄了屏它会自动亮屏啊，这是怎么回事？哦，这下不亮了。拔掉，我们反过来反一面。插。哦，开始充电了。就是这个样子。它有一面呢，你从你熄屏到亮屏的时候呢，它就能开始充电。它现在的充电瓦数是9瓦，充电的速度还挺快的啊。那这台机器就是有这个故障了，USB 的端口是不能用了，然后导致呢它充电只有用原装充电器单面充电了，太可惜了，这台机器不能完全修复啊，只能是一台半残机了。那杨跟爸爸这次翻车翻的挺痛的，居然是这样一个状态。好了，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所以请大家引以为戒啊，收机器也要真的是要注意点，当然也要看运气了，要有这种翻车的觉悟了。好了，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